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被逼续约，李易峰天价赔款，王大陆砸钱摆平，内娱生存法则，顶流明星为何贵资本？塌房艺人东南亚淘金的背后真相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名利场里，明星们表面上风光无限，红毯走秀，粉丝尖叫，代言广告接不完，但私底下却像一群在丛林中求生的猎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深渊。为什么那么多顶流艺人宁愿被粉丝骂跪舔资本，也不敢单枪匹马单干？为什么那些塌房艺人宁愿远走东南亚淘金，也不愿干脆退圈隐居？答案其实就藏在白鹿、李易峰、王大陆这三位明星截然不同的生存剧本里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内娱最真实的生存法则，从他们的故事入手，聊聊这个圈子的潜规则、资源博弈和危机公关。别急，这不是简单的八卦，而是基于真实案例的深度剖析，让你看懂明星们为什么总在求生欲拉满的状态下苟活。先来说说白鹿，这个姑娘从招摇里的陆招摇，到周生如故里的崔时宜，再到宁安如梦里的江雪宁，一路走来可谓是内娱小花的典型代表。她的合约快到期了，粉丝们天天在微博、抖音上刷屏，催她赶紧跑路，成立独立工作室，摆脱经纪公司的吸血。听起来多飒啊！单干意味着自由掌控资源，不用再给公司分成，不用听从那些莫名其妙的安排。但白鹿自己心里门清，单干那简直是小绵羊闯狼窝，自寻死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咱们从娱乐圈的生态说起。内娱不是靠个人才华就能出头的江湖，这里更像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网络。公司不是单纯的吸血鬼，而是你的靠山、资源库和防火墙。白鹿签约的欢娱影视，虽然被粉丝吐槽于歪于正的昵称爱炒作、爱捧新人，但护犊子那是真的。举个例子，2024年末与云间大爆，白鹿本有机会接演，但他选择了其他项目，公司也没为难他，反而帮他争取了更多 A 级剧本。最新消息显示，早在2024年，于正就公开辟谣白鹿不续约的传闻，甚至在2025年7月发长文称，公司所有艺人，包括白鹿和徐凯，都已提前2年续约。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白鹿团队内部讨论过单干的风险，独立工作室听起来美，但的自己搞定投资方、导演资源、人脉公关，甚至是黑粉危机，哪一环掉了链子，都得凉凉。想象一下，白鹿如果单干，会面临什么？首先，资源短板。欢娱给他的是 VIP 待遇，好剧本像新鲜猪肉，随便挑，大 IP 项目优先考虑他。但单干后，他的从低级小网剧重新爬起。记得徐凯吗？2025年初合约到期后，他拒绝续约，自己单干，结果呢？虽然还有点热度，但资源明显下滑，新剧反响平平。粉丝总觉得偶像硬起单飞就能飞黄腾达，实际上99%的独立工作室都扑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娱乐圈的资源分配跟菜市场没两样，顶流是 VIP 客户，能挑肥拣瘦，新人或单干艺人是捡漏的，边角料都抢不到。白鹿的案例告诉我们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这姑娘私下琢磨过独立的风险，据团队透露，她已经倾向续约。毕竟分约签给其他平台一样能拍戏，比如腾讯或优酷的独家资源。这操作就像玩游戏选阵营，选对了顺风顺水，选错了连副本都进不去。粉丝们天天催他跑路，但真让他单干，估计比学渣高考还慌。内娱的生存法则第1条，别逞英雄，
抱团取暖才是王道。这些年，我们见过太多头铁解约的艺人，有的欠一屁股债，有的直接查无此人。反倒是那些被骂资源咖的，步步戏演着，年年钱赚着。转头来看李易峰，这哥们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。从古剑奇谭的百里屠苏，到隐秘而伟大的顾耀东，他一度是内娱顶流男神，年入上亿，粉丝叫他哥哥。但2022年嫖娼事件一锤定音，官方通报劣迹艺人，社交平台账号被封，演艺事业瞬间崩盘。粉丝还在弹幕里刷哥哥快回来，可惜现实不是童话。最新情况是，2025年8月，李易峰及其名下公司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约4990万元。这笔巨款据推测是嫖娼丑闻导致的连锁反应，广告代言违约，已拍电影操场等无法上映，需要赔偿投资方和服务合同纠纷。这事儿闹得鸡飞狗跳，李易峰团队能拖就拖，谁都不想当冤大头。案由包括侵权责任纠纷，他的260万元股权还被冻结到2026年5月。律师分析，这属于受独资企业牵连，限高消费是必然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李易峰没选择退圈隐居，而是转战海外。2025年4月，他在泰国曼谷举办绿海之约演唱会，3500元的内场票座无虚席，甚至被黄牛炒到原价5倍。现场他重现经典造型，与粉丝互动，简直是塌房艺人在就业的模板。为什么去东南亚？因为内娱封杀他，但海外市场，尤其是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的华裔粉丝基数庞大，那里监管松，演唱会、见面会能轻松变现，合影收费高达 1.3 万元每人，这波操作堪称跨境营业的典范。李易峰的转型跨度比跨专业考研还狠。当年爆红时，流量明星来钱太快，谁都没仔细看合同条款。现在爆雷了，法务团队天天甩锅，比宫斗戏还精彩。这暴露了内娱挣钱的真相，就像海边捡贝壳，满地都是，但潮水退去才知谁在裸泳。塌房艺人为什么不退圈？因为退圈意味着零收入，而东南亚是他们的第二春。类似例子不少，比如某些劣迹艺人去越南开演唱会，或在泰国直播带货，粉丝照样买单。内娱不要的库存，换个市场立马变紧俏货。这就是生存法则第2条，开拓新市场，哪里有粉丝哪里就有前途。粉丝总以为偶像能低调隐退，但日薪208万的日子过惯了，谁舍得？王大陆的剧情则更像一部黑帮动作片，从我的少女时代的纯情男主，到如今的社会新闻主角，这画风突变让人措手不及。2025年3月，他因逃避兵役被捕，涉嫌花100万伪造心脏病病历，台北市兵役局定他3月13日入伍。但案外案更劲爆，检方从他手机里查出，2024年4月，他不满 Uber 司机派来的车辆太差，竟透过富二代友人游小敏，非法利用个资找到司机，教唆小弟痛殴对方，甚至涉及杀人未遂。监控录像据说能拍成动作片，现场凶残到派车员也被打。最绝的是，王大陆还能抽空服兵役，简直时间管理大师。他家底厚实，据传砸了7位数赎回那个装满猛料的手机，避免聊天记录外泄。手机在明星手里比保险柜值钱，随便漏点都能让微博崩盘。现在事情基本摆平，500万交保，赔偿道歉一条龙服务。涉案的富二代和四海帮堂主陈子俊在2025年6月庭审中认罪，请求检视审判。这波操作暴露了圈内危机公关的固定套路：砸钱、道歉、冷处理。超能力才是娱乐圈第一生产力。记得当年有个男星实锤出轨，团队直接买断所有底片，
价格够在北京3环买套房。王大陆的案例告诉我们，明星靠的不是脸，而是整个团队的综合实力。陶兵役牵扯出雇凶伤人，还被曝跟黑道挂钩放高利贷，但他能快速摆平，靠的就是钱和人脉。内娱处理危机的模板就是这样，再大的瓜都能用钞票压下去。粉丝看热闹，明星求生存，这就是生存法则第3条：危机时别硬扛，氪金才是硬道理。把这3个案例串起来，简直是娱乐圈生存指南教学版。白鹿选择靠树乘凉，续约欢娱稳扎稳打；李易峰玩跨境营业，在泰国演唱会捞金还债；王大陆直接超能力平事，服兵役的同时摆平丑闻。表面3种方式，本质都是资本市场的生存智慧。粉丝总想偶像硬气单干，但独立9成扑街，塌房艺人不退圈，因为东南亚有金矿，危机时砸钱，因为钱能通神。再说说资源分配的内幕，影视圈光鲜亮丽，其实是菜市场翻版。好剧本是新鲜猪肉，顶流挑肥拣瘦，新人捡漏。白鹿现在是 VIP， 死丫头欢娱给她的本子 A 级为主，单干的从 D 级爬。类似迪丽热巴单干后资源下滑，杨紫续约后稳如泰山。李易峰的4990万债务，本质是爆红时埋雷，流量来钱快，合同没看清。现在法务甩锅，精彩如剧。王大陆的套路更经典，砸钱买平安，圈内屡试不爽。这些年内娱变化大，爱技术兴起，虚拟偶像抢饭碗，短视频平台分流流量，长剧难爆。但生存法则不变，抱团、淘金、氪金。粉丝骂公司，真让偶像单飞，慌的一批。因为名利场里，独自美丽是童话，抱团取暖是真理。想想还挺唏嘘。白鹿从普通小花到深谙生存之道，李易峰从国民男神到海外务工，王大陆从纯情男主到新闻主角。混内娱如俄罗斯轮盘，不知下一发是鲜花还是暴雷。吃瓜群众看热闹的换位思考，要是你日薪208万，让你跪资本，估计跪得利索。这圈子是大型生存游戏，要么氪金，要么爆肝，免费玩家通关。还没出生呢。